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别院。今天带大家来山里面看一栋房子。那这栋房子差不多10年左右没人住了，现在可以出租。这里距离县城大约23公里左右，距离附近的乡镇大约5公里。乡镇里面有集市，每5天赶一集，也是一处纯苗族集市。当然，这边赶集的时间非常的早，天一亮之后就摆满了摊位。如果你要去赶集买一些新鲜蔬菜水果的话，那就要赶个早了。这边距离主干道大约是300米左右，步行到主干道就有公交车到达县城里面。那这栋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一栋3开的木房子，中间堂屋，两边是2个卧室，在旁边还有一座厢房。厢房应该是上下2层的结构，上面有一处阳台可以晾晒衣服的，底下有一座小房间，基本上就是堆放一些杂物的，当然也留的有窗户。这边的马路是可以直接到达院子里面，如果有车的朋友可以在这个位置稍加的修一下，车子直接开进院子里面。院子里面大概一半的地形是用石板铺成的地面，剩下的都是土了。旁边可以种上一些菜。这栋房子的旁边还留的有一小块空地，这上面就是进来的马路。上面的土瓦大概每3年要检修一次，每次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。旁边的偏房基本上也是这栋房子的厨房，或者在后面还有厕所。在这边有个蓄水池。那这座房子的外面还有一大片的空地，可以种菜的。当然这边长时间没人住了，空地里面都长满了杂草。空地的外面还有一处鱼塘，也是一座小型的水库，里面的鱼非常的多，在那边还有人在钓鱼。过了水坝边就是紫霞湖的上游，那边就是没有人承包的地方，在那边钓鱼是不收费的，而且紫霞湖里面的鱼非常的多，经常是周末的时候两岸都坐满了钓鱼人。当然这座房子也算是一栋闹中取静的房子，挨着周边的邻居还是比较近。但是朋友们，住在这样的地方，你不用担心有人过来打扰你的生活。其实在农村里面，每家每户都有一座小院子，都各自的生活，相互之间基本上是没人打扰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栋房子的后院，从这边看一下，这边有2栋木房子挨着在一起的。这栋房子就是没人住，可以出租的。可以看到屋顶上的瓦可能有的地方是坏掉了，需要检修。旁边这栋房子现在是住着一位老人，当然这栋房子也是可以出租的。在这背后还有几座房子，这边有一条马路，这是进入寨子的马路，大概宽是3米左右，自己有车可以开进来，非常的方便。这栋房子的马路就从这个位置下去，车子可以开到院子的那个位置。那视频的最后，我们站在院子环视一下四周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是石头，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听见底下小溪的水流声了吗？还有大山里面的鸟叫声，
非常喜欢这样的环境。这边是一棵柿子树，结了很多柿子。今天我们又来看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。房子啊是通公路的，但是呢车子无法开到院坝，我们是步行从那边走上来的。进村的道路将近宽5米左右，都是水泥路面。这边靠近幽水河，将近有200米，距离进城的主路也有200米左右。这边距离城里面有15公里，交通还是挺便利的。镜头前方的这栋房子呢，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房子。房子有5间土家族的房子，结构非常不错。基本上这栋房子拎包入住，打扫的也是干干净净。木房子的旁边有一座偏房，砖结构的，这边还有个杂物间，也类似于凉亭一样的。平时呢就堆放一些杂物，或者晾晒一些衣服。这栋房子啊，主人家一般几天或者10来天回来一次。现在都搬到城里面去住了，但是主人家还是很爱惜房子，所以经常回来打理。房子的门口有一小片竹林，这边都是苦竹，前一段时间刚刚长过笋子。院坝已经全部硬化了，将近有80多个平方左右。在那边还有个杂物间，应该也是他们家以前养猪的猪圈。还有个村里面统一修建的一个浴室淋浴的地方。房子是背靠着大山，面朝着大河。这是一栋坐北朝南的房子。房子的楼层高度将近有4.5米左右，进深将近有6米。和之前我们拍土家族的房子也是一样的，这边建的也都是3住4的房子。它的外墙已经全部上了油漆，并且打磨过了。这边因为上的是桐油，还有应该都是桐油吧，所以它的外墙板是有点发黑的。这栋房子啊是上了锁，我们是无法进去的。刚刚进入村子的时候，是碰到本地的老乡，和他们的交谈，他们告诉我说，这栋房子主人家很少回来，如果有意的也是比如说碰到有缘人，可以把它给租出去，让人代为给他管理这栋房子。实际上我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，因为房子呢紧靠着大河边，而且底下是有一条小溪，潺潺的流水声给人的感觉特别的舒服。这边啊也有一些大树，像这棵呢就是一棵柏树，大概直径有60到70公分左右，底下呢还有一处小鱼塘。旁边的竹林呢倒是还挺宽的。那我们走进这栋房子的背后，来看一下房子背后的一些情况。这边啊就是他们家的猪圈，也是旱厕了。山里面喝的也都是山泉水，看就是这样的水管从山里面把泉水牵引回来。房子的背后也有一些小乔木，这边还是一棵板栗树，这边呢有一小块空地是他们家的，种的有柑橘。房屋背后的杂草呢刚刚才打过除草剂，基本上不会有
山体滑坡的迹象。种的有些菜，还种的有些玉米。非常舒适的一栋房子。整个这个位置呢，只有他们一户人家，在对面呢，零零散散的有些住户。这个院坝还是非常宽的，平时养些鸡，这些玉米呢就丢在地上，鸡饿了会自己过来吃。这地面打扫的是干干净净。很多朋友问我，去山里面找房子，怎么找到一些闲置房呢？实际上啊，只要自己勤劳一些，走村串巷，碰到人多问一问，村里面哪栋房子是闲置的、没人住的，基本上一问便知。像今天我们所来到的这个地方，也是问了村里面的老乡，他们说这栋房子是闲置多年，而且主人家在城里面都建了房，基本上是不会回来了，只是偶尔呢舍不得房子回来打理一下。看这户人家真的是打理得干干净净，旁边的杂草才刚刚打过除草剂，这边呢还种的有些豆角。他们家旁边的地倒是挺宽的。住在这边啊，完全不用担心有人过来打扰之类的。这边怎么有个池子啊？有很多管子。这个池子以前应该是蓄水的，现在也没有用了。这边也是如此啊。这个凉亭还是挺不错的，感觉这个地方以前好像是他们家烤酒的，大家发现了没有？这个位置好像是烤酒的。这边有个烟囱啊，还挺高。在我们湘西，家家户户啊，水源比较好的地方，都喜欢烤酒。这边还有个池子，应该就是烤酒的。这边的海拔将近有800米左右，大家也不用担心，到了夏天会非常的炎热。靠近河边的房子，基本上每天都吹着微风，还是挺凉快的。镜头的前方，我们看到一座石拱桥，桥的下方就是幽水河了，所以这边距离幽水河边也很近，也就200米左右。以前啊，村里面的老乡基本上都靠幽水河捕鱼为生。现在呢，河里面不能捕鱼了，所以年轻力壮的都出去打工，上了年纪的就在村里面种点稻谷和玉米，养点鸡鸭。现在养猪的也比较少了。对面呢是他们村的主要房子集中的地方，他们这栋房子呢算是独门独院，单独在这边。几乎啊，老乡们的房子都建在大山里面，环境没得说，但是生活的条件也是挺艰苦的。就像很多朋友看了我的视频之后，都挺担心在山里面怎么去生存。我想说，只要有勤劳的双手，在山里面是饿不死的。种点庄稼，养点鸡鸭，1年的生活也过得挺滋润的。看这边都是老乡们种的玉米，再过一段时间都可以收割了。整个山头只有他们一户人家，所以这条进村的道路啊，堆满了落叶，看得出来感觉很荒凉的。进入他们家的路也就这么宽，好在村子里面的马路边都装的有太阳能的电线杆，到了晚上
会自动的亮灯。我倒是发现村里面很多板栗树，到秋天来这边捡板栗是很不错的。好了，我们也要回家了。那关于这栋房子呢，如果大家喜欢，我可以去问到主人家，和他再商量。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上期的视频我们不是看了一处无人村吗？就在镜头的前方，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几乎那些房子都建在快山顶之上了。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，我不是在村子里面遇见了一位老乡吗？他告诉我说，村子里面有2栋木房子，现在还是可以住人的。而且他说，在无人村的下方，也就是现在我来到的这个位置，有一栋砖房，也是可以住人的。当然，他说这栋房子呢，需要简单的装修，清理一下，还是可以住人。而且这边呢，车子可以开到院坝。那我们就这期视频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栋房子。这位老人说，这栋房子差不多有15、16年左右没有住人了。看院坝还挺宽，房子的旁边呢还有大概快1亩的地可以种菜的。这边喝的也都是山泉水，从山里面把管子用水给牵引回来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呢还是流着水的，看到吧？水质是非常不错的，地势非常高，门口的视野特别好啊。这是一栋2层的砖房，80年代所建的房子，房间还挺多的，目视下大概有10多间呢。下面有个楼顶可以晾晒衣服的，从外墙的贴砖都可以看得出，这栋房子还是显得有点古老。窗户呢都是用木质结构做的，里面是用钢筋做了防盗窗。旁边的地倒是挺宽的，这一大块都可以清理出来种菜，而且在这边的山里面养养鸡、养养鸭，再养点羊、养牛都是挺不错的。那处寨子比这栋房子更高一些，有条路可以上去的。上一期的航拍也给大家看了。那我们现在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栋房子，是否能够把它给盘下来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还可以在这边，我觉得算是隐居吧。之前不是有很多朋友说，想我在大山里面找一些山景房，风景非常不错的地方，独门独院，用来隐居养老嘛。那这栋房子呢，我和那位老人我们交谈了一下，他说这边因为都是闲置的房屋，基本上没人要，稍加的清理打扫就可以入住，而且费用是非常低的。这边里面我们看有些什么有人在这里面养鸡之类的，看有很多这些灯泡，平时可能在这边养鸡因为要有一些热度吧，但是现在好像也空着了，现在也没人管理了。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浪费了，实在太可惜了。这边还有楼梯可以爬上2楼的，这边有一处小卧室，可能偶尔呢还是会有人来这边，因为这个地方呢交通还是挺便利的，车子可以开上来，所以呢平时偶尔还是有人过来。看这个楼梯的过道打扫的还是挺干净的。这边有10多间房，甚至于可以好几户人相约来到一起。
到这边住下来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。看这个每个房间将近有20多平，可以放一个床，还可以放一些简单的家具。每个房间都是有窗户的，通风透气也比较好。这些有些骨壳啊，应该都是在这边养鸡的。这个地方感觉也是一个鸡圈，但是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没人在这边养了。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旁边的这块地，挺宽的，长满了杂草。我是特别喜欢这样的环境，看门口的视野特别好，一眼可以看好几千米呢。对面的山头今天也是看得清清楚楚，山里面平时下雨会起雾，今天太阳还比较好。这套房子啊，结构都挺好的，稍加的清理打扫卫生，如果比较讲究的重新装修一下，我相信应该是比较适宜在这边居住的。这边距离县城有43公里，距离附近的乡镇级市有8.5公里。这栋房子因为顶上没有盖瓦，也不知道像这样子时间久的房子会不会漏雨啊？感觉应该是不会的。它的顶就是这个样子的，甚至有在想，这个房子的顶上可以给它清理出来，种点花花草草、盆景之类的。哎，到了晚上或者闲暇之余，可以在这顶上喝喝茶，搭建一个凉亭，也是挺不错的。因为这顶上的风景更好，视野更开阔。房子的左手边是一座大山，挺高的，就像一个山窝窝里面的。房子的背后也是这样的石头山，大家不用担心泥石流啊，这边不会有这样的现象。山里面都长满了树，这背后呢是一大片的板栗树，到秋天的时候可在这边捡板栗的。这边啊也是一座山，整栋房子呢都被周边的大山给包围着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进入房子的马路，还挺宽的，将近有5米左右。而且进来之后，独门独院的房子，旁边都没有邻居。在那边如果做一道院门的话，整个这一片都是非常私密的一个院子了。我的车呢是刚刚开到这边，我就没开下去了，因为底下的路呢没有硬化。这边是主人家种的一些玉米，他是偶尔才上山来种这些庄稼。朋友们，刚刚我数了一下，这栋房子的2楼是有4个房间的，1楼有3个房间，1个客厅，加上厢房的2个小房间，差不多这栋房子就有10个房间。我在想啊，如果有那么2、3户人，几个玩得好的伴，一起相约来到这边，把这栋房子给盘下来，然后呢，把周边的地啊都给它打扫干净，然后种点花花草草，养点鸡鸭之类的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用来生活、定居、养老，倒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。我也问了那个无人村的老人，他说这栋房子闲置的时间比较长，如果谈得好的话，价格也会很便宜的。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你们会喜欢这样的地方吗？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拍到这里吧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这个位置啊应该是最险的，现在呢我就要沿着这个楼梯往上面走，几乎是一个垂直的，但是最令我担心的是这边的崖壁之上都是悬空的，当我走到上面的时候，如果突然的断裂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壮着胆子往上面走吧。
朋友们，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，位于湖南省湘西州德夯大峡谷里面。这是一个未被开发的地方，在峡谷里面只有一条羊肠小道，而且是非常陡、非常险的。现在呢，我们跟着这条石板路啊往山上走，看看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景色。这个地方也没人居住，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条羊肠小道呢？从这些石板小路看得出，上面都已经长满了青苔。估计啊，这条小路修建的时间最少应该是好几十年了。上面已经长满了杂草，应该是很久很久时间都没人走了。眼前是一道瀑布。落差10多米，到了冬天水流量不大，但是可以看得到底下的水非常的干净，可以看到底的。我的朋友呢，在那里拍短视频。我们要继续往里面探秘，看看这条路到底能走到哪个位置。非常的陡啊，从这里走上去，这边还有一根钢丝绳，是不是上面更险一些呢？现在也不知道，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啊。走了1个多小时，越来越陡了，这边路啊确实不好走。我在想，这个地方在解放前是不是这边的老百姓住在山上躲避土匪的？现在已经荒废了，这条路没人走了。前面这个位置原本应该是有一座桥的。但是呢，可能夏天的时候这边的水流特别的大，把这座小桥给冲垮了。现在人只能这样子过去了，朋友们。哇，这个地方啊，景色真的非常的美。我走了差不多1、2个小时了，像这样大大小小的瀑布，看到了10多个，很漂亮，非常的美啊。哇，这边的路可能更不好走了。这上面啊，估计很滑，这些石头不知道稳不稳。我们现在都已经走出了一身的汗，我的朋友还在那里拍摄，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景色怎么样？大自然里面的野瀑布。这个地方啊，如果不走进来，根本上发现不了这里的美景。这么高的山上，既然有这么大的水，很多人都说水往低处流，但是它的源头就在山顶上，非常的神奇吧？在这个位置休息一下，实在太累了，一身的汗。虽然现在到了冬天，温度有点低，但是现在开着太阳，又连续的爬山，一身的汗，很累啊。这条路啊一直往上面延伸，也不知道到底能走到哪里。我们还要继续往上爬，大概走了2个多小时才走到这个位置。这个就是我们古月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。朋友们，有的时候啊，你们看到一些短视频就是这样子拍出来的，为了一个镜头啊，很不容易。有的要趴在地上，看到吧？前方是一条瀑布，非常的美吧？那边我们发现了一条路可以上去，看到吧？那边有个梯子，爬上去。
可能这个位置不太好拍。待会儿呢，我爬上去的时候，可能我要把相机给收起来。现在我的朋友先上啊。这个楼梯还是一个钢管结构的，到底是谁在这个地方建了这样一个楼梯呢？难道在这山上有人住吗？有人隐居吗？非常的奇怪啊！这边感觉就是一个水帘洞，如果到夏天的时候，这边水流量大的时候，这底下都是应该是干燥的，但是外面应该是一层瀑布。我们近距离看一下这边。感觉这个石头啊都要掉下来了，非常的吓人。这底下全部都是悬空的，只有这样的一块崖壁掉下来的，是不是感觉非常的吓人呢？如果断裂了之后，人爬上去掉下来，那不得了啊！朋友们，这个位置啊应该是最险的。现在呢，我就要沿着这个楼梯往上面走，几乎是一个垂直的。但是最令我担心的是这边的崖壁之上都是悬空的，当我走到上面的时候，如果突然的断裂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壮着胆子往上面走吧。其实啊，在我脚底下凿开的这样的一个踏步，看到吧，只能放一个脚，一只脚踩在上面。当年啊，开凿这一个踏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现在呢，我们继续往上面走。这边啊，感觉是一个观景台。我是从峡谷的下方走上来的，沿着这条小溪一直往上面走，中间经历了大大小小10多个瀑布。这边呢，已经来到了瀑布的源头，周边都是悬崖绝壁，非常的高啊。那一股水呢，应该是从那个位置流出来的，那个位置应该是一个山洞啊。但是在顶上好像还有一条人为修建的栈道，看到没有？有扶梯的。这边继续有这样的台阶小路往上面走，但是看得出啊，这两个地方原本应该是不是串联在一起的。这个位置啊，全部都给拦起来了，应该是从山上的人走下来，走到这个位置截止。但是呢，我们是从山谷往上走的，到底上面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我的朋友说，从这里上去，就到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湖梯的那个位置，那里是一个山洞，水就从那山洞里面流出来的。继续沿着这条栈道往上面走，是一个悬崖的寨子。今天的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不继续往上面走了，我们要沿路返回。等到下次有机会的话，我开车从上面走，去到那个寨子，给大家拍一个寨子的景色给大家看。现在我们要原路返回了。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，这一段应该是最难走的，看到吧，非常的陡峭啊。我想好好的走路，不敢拍了，但是这么惊险的镜头，我想留下来给你们看一下。哦。
朋友们，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水帘洞的下方，但是我觉得这里真的是毛骨悚然，我一个人挺害怕的。这边立了一个牌子，但是上面到底写的什么字，看不清楚啊。并不是看不清楚，而是我不认识。水帘洞，对不对？水帘洞。给大家看一下水帘洞。洞内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一片石头凸出来的，掉下来非常的吓人啊！刚刚就是爬到那块石头上面了。看，我的朋友正在下扶梯，水就是从这边流，非常的神奇吧？看这片崖壁啊，感觉是非常的薄，很可能要断裂一样的。那边呢，那一块也是这样。但是这样的喀斯特地貌形成的时间已经非常久了，根本上不用担心它会断裂，只是看着很害怕而已。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已经走下山了，整整走了差不多4个多小时，上山非常的困难，下山还容易一些。这后面呢，就是德夯大峡谷里面的流沙瀑布，往这里面进去。这边呢，就是今天我们所走的位置，这是银莲瀑布。这个地方呢是没有开发的，从山谷里面走，看起来没有多远，实际上走下来2、3个小时，非常的艰难。今天呢，这个地方景色非常的美，但是啊，有几个地方朋友们还是得注意了。在夏天的时候啊，大山里面蛇非常的多，来到湘西这边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石头的请记得点个赞、点个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